想象一下，现在时间是下午5点半，是一般上班族表定的下班时间。如果你是有小孩的父母，现在应该要在哪里呢？是正盯着电脑荧幕，一边拜托长辈帮忙接小孩，心里祈祷着老板不要突然开会，还是已经背起包包，正准备在车阵中冲向幼儿园接小孩，还是已经接完了孩子，在公园里放电了一阵子，正准备一起回家吃饭呢？Hello， 大家好，我是 Sean， 欢迎回到 Workforce 劳动力量。今天这是一支比较偏向闲聊的影片吧。前阵子听了伯恩邀请黄仲宁医师录制的 Podcast， 其中最后有一段黄医师提到少子化最大的症结就是父母没有时间。因为工作时间太长，不只可能没有办法准时接送小孩，当在面对孩子的时候可能也因为情绪都被职场所榨干了。当要用更多的同理心来跟孩子相处的时候，可能就会让自己有更大的压力，亲子关系也就因此而受到了影响。你觉得这样子的说法对吗？少子化跟一般劳工的工时比较有关，还是跟收入或是其他的因素比较有关呢？这可能是一个没有标准答案，但是很值得大家讨论的议题吧。依照劳动部的统计受雇员工的年总工时在113年的时候是2030个小时。再依照相关媒体的报道，台湾工时在全球排名是第54名，然而在 OECD 的39国之间是排行第5。不管是哪一个排名呢，工作时数都高于日本与韩国等等我们常拿来比较的国家。一般上班族可能是8、9点上班，中午休息1小时或 1.5 小时之后，正常的下班时间大概也是5、6点的。可是幼儿园表定的下课时间是几点呢？依照教育部的幼儿教保及照顾服务实施准则，幼儿园教保活动的实施时间是早上8点到下午4点。虽然每个幼儿园的状况略有不同，可是基本上超过5点之后就算是延托了。对于上班时间都固定的双薪家庭来说，势必家长之中有一方需要有所牺牲，才有办法准时赶上接送小孩的时间。这边所说的牺牲可能是常态性的请假，依法申请减少工时，或者是背负主管与同事之间的压力准时下班，或甚至就要牺牲这一段时间的职业发展，选择育婴留职停薪或甚至离职了。当然如果有长辈作为后援可以帮忙接送，或许是可以解决这个育儿过程当中的一个问题。但是这样子也会压缩了父母与孩子间相处的时光。如果一方面要稳定孩子的作息，势必又要在几个小时之内把放电、用餐、洗澡等等的琐事做完。假如再加上孩子有放学后自制力崩溃的情绪释放反应时，对于已经上一整天的父母来说，真的是很不容易我们从国发会在2024年10月发布的人口推估报告里附带的人口推估资讯图表来看，总生育率比较低的几个国家，除了前面所提到的日韩之外，还包括了像是意大利、英德法等等的欧洲国家。但是如果再搭配劳动部发布的各国受雇者平均年工时表来看， OECD 国家中排名比较后面的也包含了法国以及德国等等国家，因此工作时间与生育率似乎又不是有太高度的相关性。然而欧美国家的社会福利在普遍的认知之下是比亚洲国家还要来得好一些，而且影响到生育率低落的原因真的太多了。单就我这种粗略找到的资讯来说当然没有办法给出一个定论，所以也欢迎读者们在留言区说说自己的看法吧。就我自己的观察，减少工时虽然不是提高生育率的唯一解方，但却可能是育儿友善的第一块基石。有了更多的时间，或许我们才可以更进一步的讨论职场平权议题，让年轻人可以在没有后顾之忧的情况之下，让育儿成为人生过程中的一个选项。顺便也聊聊低生育率跟我们有得比的韩国好了。在2018年的时候依照 BBC 的报道，韩国在 OECD 中是工作时间最长的国家，因此韩国就已经立法将每周最高的工时从68小时减少到52小时，不只是为了降低过劳的几率也希望可以改善工作与生活平衡。另外依照相关的报道，2022年在光州市率先实施了小学生家长10点上班制，而且薪资并不会受到影响。而韩国总统李在明又在新一年度的施政方针中，预计会将这样子的制度在全国都开始实施。或许是这些制度有达到一些效果，近年来韩国的生育率有稍稍止跌回升的迹象。2025年的时候生育率已经是连续第2年上升，相较于台湾已经是20几个月的负成长，在这个部分确实有需要多方讨论的空间。
我个人是认为，台湾有不少的制度其实都聚焦在幼儿园阶段的协助措施，可是对于养育国小儿童的家长来说，有时候也会需要政府或是雇主的支持，才能有更多的时间及心力陪伴正在成长的孩童吧。我觉得每个人的意见都是非常宝贵的，不过如果能更了解现有的制度，或许就能有更多实质的讨论，试着让政府、雇主、有小孩的受雇者以及没小孩的同事之间都可以取得一个平衡。所以接下来我就想来分享一些现行比较主要的法定育儿措施吧。其实，在怀孕的阶段一般受雇的劳工就已经有一些相关的权益可以向雇主请求，像是安胎休养假、7天的产检假、8周的产假、7日的陪产检及陪产假，以及家庭照顾假等等。在小孩3岁以前，最多也可以向雇主请求2年的育婴留职停薪，期间最长有6个月可以领到育婴留职停薪津贴，是以投保薪资的80%来计算。而且如果双亲都是受雇者的话，两边也都可以请领，合计可能有达到1年的时间，这样子就可以在有部分经济支持的情况之下自己带小孩了。近期劳动部也有出现修订就业保险法的声音出现，依照报载目前是严拟，如果双亲都领满各6个月的育婴留停津贴之后，可以再各自多领取1个月的津贴，鼓励双方家长都能运用育婴留停的制度，共同承担照护责任。小孩出生之后除了前面所提到的这些价别之外，在经济支持的层面，可以先领到的是社会保险中都有附带的生育给付。以劳保为例，会依照生产前6个月的平均投保薪资，一次发给2个月的津贴。不过依照劳动部去年的新制不管投保薪资为何，政府都会把津贴补足到10万元，希望可以提高生育的诱因。除了社会保险的给付，各地方政府通常也会一次性的发给生育津贴或是奖励金。以台北市为例，生第1胎新生儿发给4万元，第2胎的话会发给4万5千元，第3胎之后每1胎发给5万元，大概可以多少补贴第1年的尿布或奶粉钱吧。再来是按月发给的补贴了，如果小孩出生之后没有领取育婴留停津贴，也没有送托，而是由自己来照顾的话，在小孩5岁以前可以分阶段领到卫福部以及教育部所发放的育儿津贴。第1名子女呢是每个月发给5000元，如果是送公托或是准公共托婴中心的话，也可以依照身份别领到金额比较高的补贴。在此也想补充一下，其实在婴幼儿阶段的补助措施，相较之下送托的补助是比自己在家育儿还要来得高的。所以过去其实也有一些声浪是在讨论是否要提高育儿津贴的补贴，让父母能够根据自身的家庭条件以及孩子的状况来去做出最适合的选择，并且弹性运用这些制度。毕竟如果在这个部分有更多的经济支持，让父母自己照顾小孩，理论上应该会比送托还要来得更理想才是。不知道这个部分你有什么看法呢？也欢迎在留言区提出你的意见，跟我们一起讨论哦。过了婴幼儿的阶段，因为小孩大多就可以上幼儿园就学了，这个阶段呢会依照小孩就读的幼儿园而有不同的补贴。以只生1个小孩的情况来说，就读公立幼儿园最多月缴的费用是1000元，非营利幼儿园月缴最多是2000元。准公共幼儿园则是月缴最多3000元，就读私立幼儿园的话，费用虽然就要看幼儿园如何报价，并且由自己来负担，可是如果在5岁以前同样可以领到每个月5000的育儿津贴，稍微降低一些负担。也是在这个阶段，又会回到我们影片开头所说的情境了。小孩开始上幼儿园之后，父母少了各项津贴在经济上额外的支持，势必双亲都要在职场上打拼，才能维持家庭的收入。这个时候又会陷入到工作时间以及陪伴小孩时间的拉锯以及分配焦虑了。因此我们来看看减少工时方面有哪些的措施吧。我们在去年底其实有制作过一支影片，简单介绍了2026年的请假新制，包含了育婴留停可以按日计算，家庭照顾假可以按小时申请等等。有兴趣的读者们可以回头再看一下这支影片哦。除了这些新制度上的小变动之外，其实也有一些既有的制度或多或少可以降低工作时间，像是依照性别平等工作法的规定，子女还没满2岁，而妈妈还在工作的情况之下，就可以在工作时间内要求雇主给予每天合计60分钟的即哺乳时间，而且这段时间是视为工作时间的。补充一下，过去曾经有争议是劳工要求哺乳时间希望是在下班时间以前，所以向雇主要求就干脆提前下班，这样子是可行的吗？依照报道劳动部的回应有提到，这样子虽然不是不行，可是跟提早1小时下班的概念还是不一样的，所以雇主可以要求劳工哺乳完之后再回到公司打卡下班，
所以这点也提供给各位参考参考了。再来是性工法的另外一项规定，那就是如果企业的员工在30人以上的话，员工就可以向雇主请求每天减少1小时的工作时间，可是这1个小时的时间是可以不发给薪资的。如果是受雇在未满30人的企业则需要劳资双方合意才可以运用这项制度了。不过大家会不会好奇，有多少人真的会运用到这个制度呢？依照中央社的报道，最近1年只有 2.9% 的企业员工会用到这个制度，而且其中有90%的情况是会依法不发给薪资，只有 5.8% 的企业会发给全薪，剩下 4% 的企业呢，则是会部分给薪。其实劳动法令规定的都是最低的标准，所以就算法规的文意是写减少的工时不得请求报酬，可是雇主如果要优于法令仍然照常给薪的话，当然会是更好的情况。然而从报道来看这类的企业应该还是占相对少数，或许政府可以考虑透过什么样的方式，在不增加雇主太多负担的情况之下呢，让更多有育儿需求的家长可以减少工作时间，又不影响薪资。事实上台北市政府在今年就有推出补助事业单位在员工育儿期间减少工时实施计划，让企业在员工减少工时的情况之下，可以补贴这部分的支出，来提高雇主推行这样制度的诱因。不过或许是因为计划推动的有点仓促，而且补助的范围与经费都相当有限，当时也出现了正反两面的声音，不知道你的看法又是如何呢？从前面的这些措施来看，受雇者在减少工时方面的协助措施看起来真的是比较有限的。但是我个人觉得除了政府推出的补贴或是修法之外，企业在面对有育儿需求的员工时的态度也格外重要。特别是在2026年的当下，人才荒、缺工反而已经是常态了。留住一个有资深经验的员工，理论上成本应该会比重新招募、培训新人还要低得多。而且另外一方面也可以强化雇主的品牌以及形象。具体来说，雇主可以有哪些友善的措施呢？以下我就提供几个面向的意见，让各位参考看看。举例来说，以成本增加最小的方式来看，雇主可以跟员工协商采用混合办公的制度，像是让员工提前2个小时下班去接小孩，剩下的工作则是让家长8点之后以远端工作的方式来处理。可是可能要特别注意出勤记录的记载，以及注意员工在下班之后到隔天上班之间有没有间隔达到至少11小时的休息。再来可能是要推动绩效导向的文化了，摒除那种看谁留得比较晚的旧思维。如果员工可以在7个小时之内就完成8小时所应该要做的工作，或许就可以在不影响业务营运的情况之下呢，达到双赢的目的了。当然还是要依法排定给员工足够的休息时间，细节可以看看我们之前制作说明休息时间排定的影片哦。总之如果你也认同少子化是国安危机的话，那不管是什么身份的人们，都应该要在能力许可的范围之下多尽一份心力。有育儿需求的父母我觉得如果可以怀抱着感恩的心情来运用这些制度，并且在正常工作时间之内多付出一些努力，相信没有育儿的同事们也都会多给你一份体贴吧。我们一起加油，让我们的社会变得更好吧。